自从苏无忌抛出了这2枚扣子之后，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。这些行动组的组员们在看向彼此的时候，眼睛里都透着明显的提防，显然已经分不清到底谁是人谁是狼了。苏无忌看着涨红了脸的土井明司，微笑着说道：我再说一遍，田中高广说那件藏有窃听定位装置的衣服是你这个组长交给他的。土井明司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这不可能，你这是毫无证据的信口开河。你说我毫无证据？苏无忌直接打开了手机，播放了一段录音。田中先生，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说了，到底为什么要出卖深田雪乃？你和杜卡罗之间又是怎么联系的？这是苏无忌的声音。我没有出卖深田雪乃，我和杜卡罗之间也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。你昨晚打了我，现在还要污蔑我。这是田中高广的声音，他明显很愤怒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来告诉我这2个从雪乃衣服上发现的窃听器和 GPS 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这衣服是土井组长交给我的，这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不要再往我的身上泼脏水了。苏无忌随后把录音关上了。土井明司的表情难看至极，如果这录音部是伪造的，那么田中高广就是在撒谎。苏无忌摇了摇头。在2小时之前，我恰巧发现田中高广在外面散步，于是跟他聊起了这事儿。恰巧在散步，恰巧遇见了。土井明司冷笑。田中在血口喷人，这衣服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苏无忌晃了晃手机，可我都有录音为证了，你还狡辩什么呢？对了，以现在的技术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我不可能伪造出那么逼真的录音的。行动组里的几个东洋警察的确都不认为这录音是伪造的，毕竟在破案方面他们都是专业的，有些细节是人工智能都仿不出来的。土井明司狠声说道：那就让这田中高广来和我当面对质。苏无忌挑了一下眉头，说道：我说你没事吧？田中高广都已经变成尸体了，怎么可能和你当面对质？事情似乎陷入了死循环，会议室里一片沉默。土井明司盯着苏无忌，咬牙说道：苏先生，你见完了田中高广之后他就死掉了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，这就是证据。我没杀他，没有任何杀他的理由。苏无忌说道。跟他聊完了这事儿我就离开了，杀他的另有其人。你怎么证明？土井明司说道。上连摄像头都没有，你的解释都是一面之词，苍白无力，根本洗不清自己的嫌疑。主动权似乎又回到了他的手里。苏无忌摊了摊手，微笑着说道：谁说没有摄像头就没法洗清楚自己的嫌疑的？土井明司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，他似乎已经放松了下来，说道：我现在就通知东洋大使馆和外交部，我可以陪你们一直耗下去，直到真相浮出水面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：可惜你并不能耗太久。说着他指了指门外，因为真相已经来了。所有人齐刷刷地转脸，下一秒好几个人皆是面色骤变，吓了一大跳。土井明司瞪圆了双眼，简直像是见了鬼一样，因为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的竟是已经被割喉死掉的田中高广，他脖子上的血痕还在，刀口仍旧触目惊心。诈尸了吗？你土井明司已经快要说不出话来了，面色已经瞬间变得苍白。我没死。
田中高广的声音低沉无比。苏无忌微笑着说道：是刀口是我给化的妆，怎么样，还算逼真吗？此言一出，其余的东洋组员才稍稍放心。他们定睛看着田中高广的脖子，即便相隔几米，仍旧看不出那刀口的真假。他们几个来自警视厅的，都是个顶个的办案能手，可是他们现在都还没想明白，为什么苏无忌跟田中高广要一唱一和的搞了这么一出。在过去的这一晚上，要谈话，要找证据，还要化妆，甚至还要买通普勒尼亚的警察。一想到这一点，他们忽然反应过来，怪不得这里的警察一直在田中高广的尸体周围拉着警戒线，不允许任何人接近。显然，只要接近尸体，就会发现端倪。而那个口口声声说田中高广没有心跳的酒店安保，显然也已经被提前买通了。想到这里，其他人在看向苏无忌的时候，眼睛里便满是震惊与骇然。这个青年在短短时间里就完成了这样的操作，不知不觉间便引蛇出洞了。田中高广死死盯着土井明司，说道：土井组长，你真的要坑死我啊？土井明司本来以为死无对证，却没想到田中高广根本就没死。早知如此，他就不会那么着急的把脏水往苏无忌的头上泼了。你为什么没死？你为什么没死？土井明司仍旧处于难以置信的状态里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整个工作组的所有人都已经知道，田中高广的假死是一个圈套，可是土井明司却仍旧满脸苍白，似乎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。呵呵，我之所以没死，是因为华夏的苏队长救了我。田中高广的笑容之中颇有些狰狞的意味，他走上前来，一把揪住了土井明司的领子，吼道：身为东京警视厅的高官，竟然和领风组的武士勾结得如此之深，怪不得那些沉积已久的案子始终破不了。听到田中高广竟然说出了领风组这个词，土井明司的面色更白一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先前被苏无忌用椅子往脑袋上抡的男人已经完全晕头了。到底谁杀谁，谁救谁？谁又和领风组勾结了？苏无忌说道：事情是这样的，本来我正在和田中警官友好的化解误会，这时候突然出现了几个武士要来杀田中先生，对，就是那种最正统的东洋武士。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其中的不寻常。在这非洲大陆上竟然出现了东洋武士，这难道不蹊跷吗？苏无忌微笑着说道：诸位，你们谁能告诉我原因？会议室里有几人深吸了一口气，他们都明白出现了这种事情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工作组里有人与这些东洋武士事先勾结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了。土井明司坐在椅子上，浑身的衣服已经要被汗水湿透了。当然是我把这些东洋武士全部挡下来了。苏无忌面带微笑地说道：其实他们并没能如愿。他盯着土井明司，面带微笑，微笑中有着强悍的压迫力。所以土井组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些领风组的武士为什么要对田中先生动手呢？土井明司吼道：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和领风组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交集。是你把衣服拿给了我，是你让领风组来杀我灭口。田中高广是个暴躁的性子，此刻已经快要失去理智了。
他揪着涂景明思的领子，拳头就要往他的脸上招呼。涂景明思虽然面色苍白，但仍旧坚持着说道：该死的，我不知道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苏无忌从后面拍了拍田中高广的肩膀，说道：先别急着动手，该你亮出证据来了。田中高广松开了涂景明思，掏出了手机，也播放了一段录音。涂景明思的声音在录音中响起：田中君，把这件衣服拿给雪乃小姐，让她换上。田中高广回应：雪乃小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我们还用得着给她安排衣服？涂景明思：就按我说的办，我们是在执行诱饵计划，这身衣服肯定符合杜卡罗的喜好。田中高广说道：雪乃小姐长得那么漂亮，光是她这颜值就足以迷倒杜卡罗那群人了。好，爸，我拿给她换上，这衣服看起来还不错。录音播放完毕，整个会议室里已经是一片死寂。涂景明思的身体似乎都无力了，脸上也满是颓丧。田中高广咬牙切齿地说道：涂景明思，你是不是没想到我会录音？我早就想到这次的联合办案不会简单，所以处处留了后手。但我没想到出问题的居然是你这个组长。昨天夜里，即便我不离开房间，那些武士也会冲到我那儿，把我给杀了。田中高广说道：当然，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村野君肯定也会变成领风组的刀下亡魂。嘘。苏无忌说道：我想你非要跟我们一起乘坐游轮回去，为的就是防止泄密，方便你随时灭口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你最好不要否认，因为那些领风族武士是被我抓了活的，想从他们的嘴巴里审出点东西来，再简单不过了。涂景明思的面色又苍白了一分。我查了即将登上那艘游轮的所有人，这些领风组的武士也是赫然在列。苏无忌随后看向了在场的东洋人，而你们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已经处于随时被你们组长干掉的地步了。他可能会在船上杀了你们所有人，然后嫁祸给我，甚至以此来挑起国家之间的矛盾。此言一出，那些组员们在看向涂景明思的眼光里已经满是怒火了。苏无忌说道：涂景组长，现在东京方面已经查出了你这些年来与领风组所有的金钱往来，而吸纳深田雪乃进入该工作组的事情也并非出自于安全大臣，而是你自己。涂景明思已经不说话了，证据确凿，似乎找不到任何翻盘的可能了。苏无忌眯起了眼睛，既然这次的事情是禁锢黑渊的某位做出的决策，而你又是受了领风组的指使才这么做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已经变得很简单了。他淡淡说道：只要找出禁锢黑渊和领风组得交集就可以了。一句话直指真相。涂景明思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。苏无忌弯下腰，凑到涂景明思的耳边说道：我有点疑惑，因为我认为有可能的那个交集他应该已经被炸死了。苏无忌这看似随意之间的布局便已经引蛇出洞，直接把真相找了出来。东洋工作组的那些成员已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最主要的是涂景明思还准备要了他们的性命。如果不是这个华夏青年及时识破的话，那么这里的组员们都要变成游轮亡魂了。岛津志介走上前来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道：苏先生，我要向你道谢。如果没有你破了案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上级的处理。
其实，从苏无忌见到这群东洋人开始，岛津之介警官就一直是态度最好的那一个。而先前那一名被用椅子砸晕过去的警官，名为村野康哉，他也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，顶着乌青的脑门鞠了一躬。很抱歉，苏队长，我之前对你和雪乃小姐还有误解，我向你们道歉。村野康哉说道。看他那有些难为情的样子，明显也是已经收起了所有的愤懑了。苏无忌说道。其实昨天我并不能排除你们任何一人的嫌疑，所以只能挑2个嗓门最大的下手，希望你理解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村野康哉连忙说道。我知道，以苏队长的实力，当时肯定是留守了，不然我的脑袋应该已经开花了。苏无忌笑了笑。应该还得疼上1星期。而暴脾气的田中高广则是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，先是敬了个礼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。田中警官客气什么呢？苏无忌笑道。能破了这次的案子，你和你的脑袋都是功臣。你和你的脑袋。听了这句话，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深田雪乃都有些忍俊不禁了。昨天田中高广的脑门把会议室的桌面都给生生撞裂了，现在一片乌青身子，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印堂发黑。苏先生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一国兄弟，只要你来了东洋，我就负责全程招待。田中高广看了深田雪乃一眼，随后往前一步，给了苏无忌一个熊抱，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：东京呢？些好玩的地方，兄弟我都熟。苏无忌忍住笑说道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深田雪乃站在旁边，冰颜之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这句话。至于土井明司，已经被烈焰大队控制了起来，东洋调查组也没要抢着审问他，毕竟这位警视厅的高官跟领风组的高层关系密切，众人也不想引火烧身。不过已经定好了的邮轮行程，众人也没有再改成飞机，全当借出差的机会顺便看看海，度度假。解决了土井明司之后，苏无忌带着深田雪乃准备继续前往巴托梅乌港。调查组的车子则是跟在后面，但与之前所不同的是，小庞这次坐在了苏无忌这台车的后排。他才刚一上车，苏无忌便连忙说道：小庞闭嘴睡觉。小庞应了一声。雪乃小姐，老板这是怕我开口说话打扰了你们的2人世界。苏无忌的眉毛一竖。小庞，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做阅读理解了？小庞很诚恳地说道。都是老板教得好。苏无忌，我听着这不像是在夸我啊，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骂人了？小庞说道。老板，这个我还没学会。听着这主仆2人的斗嘴，深田雪乃的唇角线条很是有些柔和，他还没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苏无忌在副驾驶上伸了个懒腰说道：好不容易来到非洲一趟，还没体会过这里的澡堂子文化呢，有点遗憾。深田雪乃倒是很认真地问道：非洲有洗浴文化吗？小庞认真解释：雪乃小姐，老板是想要大保健的。苏无忌恼火地喊道：小庞，我让你闭嘴，你怎么不听话？小庞还在解释：大老板娘昨天给我打了电话，特地交代我，如果老板的身边有漂亮姑娘，一定要让我多陪着你们聊聊天。大老板娘。苏无忌一听这个词，差点没疯了。
你说的是谁？小庞诚恳道。穆小姐。穆千羽他就是故意的。苏无忌无奈了，只能拿小庞发脾气。你怎么不给我整出个2老板娘、3老板娘？小庞都有的。苏无忌差点气疯了，拼了命地往回找补。你怎么不干脆把雪奶也给算进去？好的，我算一下。小庞很认真地掰了一下手指头，对深田雪乃说道：雪乃小姐，目前并列13老板娘。13老板娘，还特么的是并列的。听了小庞这句话，苏无忌的手都开始发抖了，嘴唇都气得直哆嗦。深田雪乃抿了抿嘴，看向了窗外，看似没什么表情，可是双颊已然悄悄热了起来。13好多，他轻轻说道。又是经过了7、8个小时的车程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巴托梅乌这座港口城市。此时已是下午，落日的霞光非常好看，温暖又柔和，看不出丝毫的刀光剑影。由于邮轮是明天上午启程，所以今天晚上他们还要在这里停留一夜。在华夏多年的援建之下，这座港口城市已经比普勒尼亚的首都繁华多了。而既然来到了巴托梅乌港，那么著名的雕像公园自然是要去游览一下的了。这个公园里有个全铜的雕像，只是为了纪念某个华夏男人，他在这片土地上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被人永世铭记。那个男人名叫苏芮。苏无忌远远看到这个雕像，便评价道：不，太像。深田雪乃在路上聊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，这个雕像所纪念的是无忌的父亲。他说道：不像吗？苏无忌点点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小庞便说道：太大了。是啊，好大的雕像。苏无忌啧啧说道。深田雪乃似乎听明白了，因为还有上百人正排着队，逐个在那个雕像最突出的地方双手摸，缩着嘴巴里念念有词，眼中全是虔诚。这明明是纯洁的祈福画面，可偏偏看起来有点让人不好意思。雕像的那个最突出的地方已经被摩擦得亮如太阳。苏无忌嘿嘿笑着，怪不得我爸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再来巴托梅乌港，换成是我也不来啊，太羞耻了。深田雪乃抿了抿嘴，这包含着这里人们的美好心愿。的确，无论是祈福、治病、学业、婚姻幸福，当地人遇到了任何问题，甚至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要来这雕像前虔诚地摩擦几下，据说非常灵验，大概相当于双手合十跪地拜菩萨。这个消息渐渐传开之后，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也都纷纷前来打卡许愿，就连宋鹤鸣他们当初每执行任务之前，都要多抚摸几下这雕像。祈愿任务顺利完成，咱们也去摸一下许个愿。苏无忌说道。他可能也不是想许愿，就是想摸一下罢了。深田雪乃的冰眸中难得出现了一线纠结之色。我就不排队了吧。没成想苏无忌直接一把将他拉进了队伍里。嗨，这有什么，反正来都来了。来都来了，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旅行体验。有些人祈福的时间略长，等排到苏无忌的时候，居然已经是半小时之后了。他双手摩挲了一下雕像裤子的中间位置，说道：老爸老妈还有所有小妈长命百岁。小庞跟在后面悠悠地说了一句：老板，说出来的愿望就不灵了。你懂个锤子，
这里是普勒尼亚，跟华夏的风俗不一样，摸雕像的时候就得把愿望说出来才行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我就说长命百岁怎么了？小庞认真劝阻道。老板，以您爸爸和您妈妈的实力，你祝他们长命百岁，其实是在咒他们了。苏无忌重新摸着雕像，咬牙切齿地许愿。我希望小庞变短10公分。轮到小庞了，他摸了摸雕像，说道：希望老板身体健康，和老板娘们百年好合。什么叫以德报怨啊？小庞这话差点把苏无忌都给听感动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庞。苏无忌拍着他的肩膀。等回去之后就让财务给你涨工资，你一定会成为整个皇后酒吧第2有钱的人。小庞的表情很诚恳。老板，你刚刚说过的那句话，能不能摸着雕像再说一次？苏无忌立刻没好气了。本老板要做什么事需要你来教吗？雪乃快，该你了。深田雪乃抬头看着雕像最突出的那个位置，迟迟不敢上手。这可是无忌的父亲啊，虽然只是个雕像而已，但自己真的能上手触碰吗？这样会不会太不合适了？他迟疑了一下，伸出了手，快要碰到雕像的时候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把手给收了回来。这真的是摸不下去啊。嗨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又不是让你摸真的人，我来帮你。苏无忌直接拉起深田雪乃的手，用力按在了雕像上。快许愿吧，很灵的。深田雪乃想要把手收回来，却根本抽不动。苏无忌甚至还拉着他的手，在雕像上面摩挲了好几下。深田雪乃只能尴尬地闭上眼睛，开始许愿。好了。几秒钟后，他睁眼说道：终于能把手抽回来了。苏无忌乐呵呵地问道：雪乃，你许的什么愿望啊？深田雪乃轻轻摇头，冰颜之上毫无表情，说道：不能说。小庞，雪乃小姐想要早日冲进前10。深田雪乃豁然抬头，碎冰般的眸子里布上了一层震惊。苏无忌说道：雪乃，你别听小庞瞎扯。深田雪乃没吭声，随后错开目光，微垂眼帘，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等一行人从雕像公园出来，工作组那边已经订好了宾馆。办好入住之后，已是夜幕初上。苏无忌说道：雪乃，小庞，走，咱们也去感受一下这非洲港口的洗浴文化。深田雪乃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道：我开车送你们去，我就不洗了。好吧，那出发。苏无忌说道：以后有机会再一起洗。以他现在和深田雪乃之间的关系，确实还没到邀请对方一起洗澡的程度。深田雪乃，小庞13老板娘，老板的意思是他想和你日后一起洗澡。苏无忌，扣你算了，这次不扣了。10分钟后，他们便到了当地一家最大的澡堂。子门口了。虽然整个城市发展的还算不错，但这澡堂子也就是华夏10年前的水平。苏无忌走进去，脱了衣服，泡在热气腾腾的池子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黑人，啧啧说道：小庞，我这会儿有点诗兴大发，想起了一句古诗，觉得相当应景。小庞，老板请讲。苏无忌说道：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小庞，明白。苏无忌很意外，你这智商还能听懂这句？小庞说道：我只能听懂后半句的字面意思，这里确实没有白得。
苏无忌哈哈大笑。泡了这一会儿，连日征战的疲惫感已经消除了不少，就连和第7禁卫贝里斯所交手之后产生的撕裂痛都快要彻底消失了。苏无忌发现，在自己的实力提升之后，身体的恢复速度提升了许多。要是换做以前，跟贝里斯打上这么一场，肌肉和骨骼起码得疼上1个月。这时候，苏无忌看到几个黑哥们跨进热水池，依稀看到他们的某个位置上好像长着菜花一样的小疙瘩，居然还连绵成片。苏老板顿时头皮发麻，立刻起来说道：小庞，快走冲淋浴去，这池子没法泡呢。小庞说道：是，老板。他很听命令，刚刚跨出了池子，却忽然开口：老板，好像不对劲。苏无忌的眉头也微微皱起来，是有点不太对劲。紧接着他说道：不狠哩。小庞已经一把拉过了苏无忌，抱着他扑进了水池里，将他死死压在身下。轰！一道巨响传入所有人的耳中，耀眼的火光从澡堂的锅炉间爆发开来，淋浴间的墙壁直接被炸塌了，10几个正在冲淋的黑人当即被碎砖砸中，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省，竟是突然爆炸了。几10块大小碎砖砸入热水池，有好几块都落到了小庞的后背上。苏无忌此时被小庞压在身体下面，有对方的虎背熊腰罩着，倒是完全没有受伤。老板，快跑！小庞抱着苏无忌从水池中一跃而起。苏无忌，小庞，你下次不要这样从后面压着我，感觉很怪。能不怪吗？俩人刚刚贴那么近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苏无忌正被一个猛男从后面猛烈进攻呢。但是以小庞这不输当地人的体格，要是真发生点什么，苏老板估计能真切地明白什么叫做一步到位。此时澡堂子里已经变得满眼废墟了，烟尘和水汽一起弥漫，目不能视，所有人都在尖叫着往外跑。然而这时候男澡堂的更衣室又发生了爆炸，想要从澡堂的正门出口离开，更衣室就是必经之路。这一次爆炸的规模甚至是锅炉房的2倍以上，而且炸弹就是从某个衣柜里面炸响的。这澡堂门口又没有安检，谁也没想到竟然还有人能在这儿发动恐怖袭击。这2次爆炸似乎就连前后顺序都是提前计划好的了。先在锅炉间爆炸，把人逼得向外面跑，等跑到了更衣室，立刻引发第2次爆炸，以造成最大规模的杀伤。在炸了第2次之后，澡堂的屋顶都塌了一大片，男浴室的黑人们几乎无一幸免。而苏无忌已经和小庞一起从那被炸塌了的锅炉房跑到了大街上。此时本来就是晚高峰，人来人往，而爆炸又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。小庞立刻捂着要害部位寻找老板的身影，然而他的目光却看到了一个什么都没穿的人，正双手捂着脸呢。这一刻，小庞终于记起了老板的教诲。当时苏无忌第一次救了岳冰凌，从首都医院离开之时，交代了小庞一句：小庞，你记住，以后光着从澡堂里跑出来，其他地方可以不挡着，但一定要先捂脸。那时候小庞还反问：可是老板，我为什么要光着从澡堂跑出来？此刻小庞终于明白了老板的深谋远虑，于是他也把手从关键位置挪开，
挡住了脸。主仆两人就这么光着脚，捂脸站在一片烟尘之间。有些不担心二次爆炸的行人们，正纷纷对着爆炸现场拍照，顺便还把他们给拍进去了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小庞的手指露出了一条缝，问道：有人在拍我们。反正挡住脸了，随他们怎么拍。苏无忌两只手捂着脸，低着头，猫着腰，说道：别在这里站着了，等着被狙击手当成活靶子吗？无忌，快上车！尖锐的刹车声和深田雪乃呼喊声同时响起。苏无忌立刻开门跳上了车。他好奇地说道：雪乃，我都把脸捂住了，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深田雪乃一边开着车高速离开现场，一边说道：我认出了小庞。小庞疑惑：我也捂住脸了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就你那2米多的大体格子，就算把上半身全罩着，我也能认出来是你啊。两人这么一闹，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随之被冲淡了不少。深田雪乃已经第一时间给调查组下了命令，立刻勘察现场，找到爆炸原因。苏无忌骂骂咧咧马德，谁能想到泡个澡还差点泡出生命危险来了。非洲这洗浴文化就是搞爆炸吗？深田雪乃则是说道：会不会是禁锢黑渊在第7进位仪式后的报复袭击？苏无忌眯了眯眼睛：不是没有可能，这种爆炸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攻击办法。一路回到了酒店，车子还未停稳，苏无忌和小庞便直接跳下来，俩人又捂着脸猫着腰快步跑上了楼，引得不少人为之侧目。你们？深田雪乃跟在后面，看着两人那光溜溜的背影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本想先上楼给他们拿个浴巾挡一下的。等他们到了房间之后，烈焰大队的一支分队已经在酒店周围完成了布控，防止敌人2次进攻，而另一支分队的战士们则是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，排查所有嫌疑人。半小时之后，田中高广的电话便打来了。他是老警察了，办案经验相当丰富，是检。异地自制炸弹，浴室门口有监控录像，数据储存在云端，并未被炸毁。深田雪乃立刻说道：太好了，仔细排查录像，田中警官请快一点。田中高广说道：一名头戴鸭舌帽、身穿黑色短袖的男人，拎着2个行李包进入了更衣室，包里疑似装着自制炸弹。深田雪乃问道：还有什么特征？田中高广说道：身高1.7米左右，身材瘦削，戴着墨镜和口罩，其余没有任何特征。炸弹应该是遥控引爆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，可惜普勒尼亚道路上的监控实在太少，不然的话就能直接锁定这家伙的行踪了。等等吧，他还会再上能的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说道：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不太像是最近那位幕后布局者的风格。田中高广一帧一帧地分析着这杀手的每一步动作，随后道：从行进间的动作来看，此人应该有武士背景。苏无忌说道：拥有武士背景还懂得自制炸弹，这2个条件能筛选掉很多人了。说着，他忽然咧嘴一笑：这事儿就暂且搁置吧，让大家都撤回来，咱们安心睡觉，等明天一早就上船。其他人都不太明白，为何苏无忌这么心大。今夜，深田雪乃仍旧和苏无忌同住一间，而其他的组员们担心再出现袭击事件，一个个也都没有什么睡意，
由于这酒店就没有套房的选项，所以这一男一女这次住的是标间。深田雪乃快速地洗了个澡，然后穿戴整齐地出来了。他这倒不是为了防着苏无忌，而是担心半夜再发生什么乱子，穿成这样方便行动。此刻的深田忠孝穿着白色的运动 T 恤和黑色速干短裤，都是昨天在普勒尼亚首都临时买的。这再普通不过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，都被勾勒得无比美好，那种极致的飒爽和干净简直是上天给他的礼物。而深田雪乃这起起伏伏的线条，透着无限的健康与美妙，动人到了极点。苏无忌靠在床头，看着眼前的人儿，忍不住地说道：雪乃，你真的很好看。谢谢。深田雪乃看了苏无忌一眼，俏脸微热。他其实很感谢这次非洲之行，也不想这一次旅程那么快就结束。和美好的女孩子待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美好。苏无忌哈哈笑道，每一秒都很养眼。深田雪乃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句话，他似是想起来什么事情，犹豫了一下，眼中低光明显开始变得复杂了一些，说道：无忌。苏无忌，你要说什么？他也感觉到了深田雪乃的情绪变化。在你和小庞洗澡的时候，姐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深田雪乃说道，之前光忙着爆炸一事，差点把这一通电话给忘记了。璎珞她说什么了？苏无忌问道。姐姐让我转达。迟疑了一下，深田雪乃还是说出了心中所想。她很怀念吻你的感觉。苏无忌听了这话，明显愣了一下。叶璎珞真是这么说的吗？他艰难地说道。他很怀念吻自己的感觉。上次在烤肉店的包间里，这女人的确对自己来了一通猛烈进攻，让苏无忌都差点没抗住。后者那某个著名瑜伽服品牌的运动裤都退到了大腿，中断了。当时如果不是深田雄武打电话来说瑞仁亲王要见自己，说不定叶璎珞已经拥有和海伦娜同样的结果了。但是他为什么偏偏要通过妹妹的嘴来转达这件事？这是不是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啊？怕妹妹跟自己在非洲走得太近了。这是姐姐对妹妹的阳谋吗？但苏无忌本能地觉得叶璎珞应该不是这样。得人。看着眼前的人儿，苏无忌轻轻握住了对方的手腕，问道：雪乃，你是不是有点失落呢？深田雪乃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眼睛里的微暗之色暂时褪去。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直接说道：我知道，姐姐一直都很喜欢你，否则她当初就不会照父亲的意思，穿着睡裙主动去你的房间里了。顿了顿，深田雪乃补充道：她一直都很勇敢，很坚强，很不容易。苏无忌接着说出了一句听起来是事实，但实则极为渣男的言论：我虽然和你姐姐在阴差阳错之下有了一点点肌肤之亲，但和你在精神上的默契与共鸣也很多。你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但是这话落在深田雪乃的耳中，重点明显就在后半句了。他觉得苏无忌说的很对。确实。深田雪乃轻轻点头，深以为然。从第一次在小山家族的商船上见面，他就已经发现苏无忌和自己三观一致了。越是接触下去，他越是觉得，虽然两人表面上的性格不同，其实本质上就是同一类人。不管怎样，刚刚苏无忌的这句话，还是让深
田雪乃的情绪好了一些。他从来不是一个畏惧困难的人，哪怕自己的前面还有12个对手，但如果那个对手是自己姐姐的话，深田雪乃的本能反应就是主动让路。苏无忌说道：但你父亲更想让你和我在一起，他甚至担心璎珞会影响我和你之间的感情。这倒不是苏无忌猜测的，而是叶璎珞当时在烤肉店亲口所说。毕竟2个闺女，一个是亲生，一个是收养。深田雄武明显一直更偏爱深田雪乃，但苏无忌此时忽然觉得，今天这一通电话似乎不是叶璎珞的风格，他不会对自己的妹妹下手的。深田雪乃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道：我感觉姐姐今天的情绪不太对。苏无忌忽然想到了某个隐约的身影，那个领风族与禁锢黑渊的交集。如果对方可以利用深田雪乃来给自己设套的话，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叶璎珞？他眉头一皱。雪乃给你姐姐打电话。深田雪乃立刻把电话打了过去，同时打开免提。没想到电话接通之后，那边却传来了一道低沉的男人声音，是深田雄武。雪乃，最近不要给你姐姐打电话。深田雄武说道。爸爸。深田雪乃有点意外。姐姐她怎么了？璎珞有了新的任务。深田雄武说道。你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。深田雪乃的声音清冷。爸爸，你让姐姐接电话，我有话要和她说。她已经乘车离开了。深田雄武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的情绪。这号码和手机也由我暂时为她保管。什么？苏无忌一把拿过了手机。深田将军，我想知道璎珞到底去了哪里。深田雄武说道。无忌他要执行一件很艰难的任务，保密级别很高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。苏无忌的眉头一皱，心脏微沉。这些年来，叶璎珞对于潜伏华夏的间谍生活早就极为厌倦了，而深田雄武还要安排他去执行难度很高的任务。深田将军，我希望您不要违背璎珞的意愿。深田雄武的语气平静。无忌放心，我是璎珞的父亲，不会害她的。苏无忌皱了皱眉头。就一丁点都不能透露吗？深田雄武沉默了一下，才说道：我唯一能透露的就是和你有关。苏无忌立刻加重了语气。我不需要叶璎珞去为我做什么。回想起叶璎珞让深田雪乃所转述的那些话，苏无忌本能感觉到这次的任务应该很危险。深田雄武说道：可是这是璎珞主动向我争取的，她觉得如果自己这次退缩了，以后想起来肯定会后悔。苏无忌摇了摇头。深田将军，事实上我也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的。深田雄武竟是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说道：这是应该的，更何况如果我不这么做，有人会看不下去的。电话里，苏无忌确实能感受到深田雄武的友好态度，但说不上为什么，他总觉得这态度让他有点不太适应，心里稍稍有些别扭的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深田雪乃默默地坐在一旁，静静出神。先睡觉吧，别想太多了。苏无忌轻轻摇头。事实上，经此一事过后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远远低估了叶璎珞对自己的情感。我很佩服姐姐。深田雪乃说道。他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，红唇翕动，本想说些什么，但又迟疑了一下。
叶璎珞所做出的选择，让深田雪乃在与这个青年单独相处的时候，竟是有了一些犹豫。他在做出任何与他亲密的动作之时，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起那个去执行绝密任务的姐姐。安静的一夜，并没有再发生任何的突然袭击，那个搞出了炸药的家伙也不见了踪影。雪乃，等上了游轮之后，你依然和我住一间。临出门之前，苏无忌说道。我……深田雪乃稍稍迟疑了一下。此时的他刚刚起床，非洲的晨光透过窗子洒在那洁白无瑕的脸上，尤其是那一双眸子，纯净的如同北海道的雪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走到窗边，和深田雪乃并肩而立。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。他的这句话让雪乃眸子里的积雪似乎被轻轻扬起来了一层。你没必要为了你的姐姐刻意和我保持距离。苏无忌转过身，直视着深田雪乃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不是吗？深田雪乃。可是从非洲乘游轮回去，即便中途不停靠任何城市，也起码需要20多天。在同一个房间里同吃同住这么久，这和同居有什么区别？一男一女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虽然某些方面经验为零的深田雪乃并不排斥发生这些事情，但姐姐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自己却在后方和她喜欢的男人同住一间房，合适吗？第一，我们要揪出爆炸案的凶手。苏无既凝视着深田雪乃的眼睛。第二，我希望你不要被樱墨影响了自己的决定。好。深田雪乃微微垂眸，当他再度抬起眼睛的时候，眸子里竟是有了微不可察的战意。军人出身的雪乃忠孝，可从来都不惧怕竞争。如果真的同吃同住20多天的话，应该肯定可以冲进前10了吧。经过了此次事件之后，苏无忌在东洋调查组里的威望已经空前高了起来，甚至那些本来对深田雪乃和苏无忌走太近而有意见的组员们，都觉得他们怎么看怎么般配了。一行人上了游轮，之前被苏无忌所暴打的田中高广甚至还打趣了一句：希望无忌君能和雪乃小姐拥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东洋的军中之花，看样子终于是花落花下了。深田雪乃的冰颜之上没什么表情，也看不出任何的心情。苏无忌哈哈一笑：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和雪乃很纯洁的。而田中高广却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：无忌君，记得咱们约定好的事情，你在游轮上保留一些体力，等下了船，我好好招待你。深田雪乃看着他们嘀嘀咕咕的样子，走到一边，拿出了手机，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雪乃，你找我什么事？这个电话让深田雄武稍有意外，毕竟若是放在平时，性子冷淡的女儿很少会主动联系自己。深田将军，深田雪乃开口说道：我想请您帮个忙。深田雄武愣了一下，因为女儿开口称职务，这一定是有极为重要的事情。你说。深田雄武说道：我会办到。深田雪乃说道：和东京警视厅的田中高广警官有关，我想查清楚他平时喜欢去哪些风俗店，查清楚之后全部关闭，可以吗？他虽然身在军部的纪律部门，但并不负责地方治安。你从非洲专门给我打了这个电话，就是为了这事儿。深田雄武都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不是军部的职责范围，你也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。
深田雪乃。将军能不能办到，这是我的请求。深田雄武说道。忠孝告诉我原因。深田雪乃沉默了一下，才终于开口。田中警官要带无忌去体验这些店。电话那边传来了大笑声。深田雪乃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听过父亲这样笑了。深田雪乃打完了这个电话，看了看田中高广，便回到了苏无忌的旁边，冰眸微垂。田中高广莫名觉得自己好像被盯上了，心中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。办理好了手续，苏无忌拿到了房卡，在走向房间的时候，深田雪乃表面上看似平静，实则心脏砰砰跳。即便他知道在未来20多天的旅程可能会有危险的，但也仍旧挡不住心中的憧憬。可是当苏无忌打开房门之后，一道穿着白色浴袍的热辣身影正站在房中。他张开双臂说道：我升级了3人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女人，苏无忌的表情像是被噎住了一样。深田雪乃的冰颜上却流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，竟然是许家嫣。我刚刚洗完澡，你们就来了。许小浪直接抱住了深田雪乃，说道：雪乃，好久没见，我都想死你了，你快来闻闻我香不香？深田雪乃抱着这玲珑起伏的身体，唇角也难得有着微笑的弧度。其实也没有太久呀。上次苏无忌从东阳离开之后，许家嫣和清霜还在东京多逗留了一段时间，和深田雪乃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。许小浪搂着深田雪乃的纤腰说道：雪乃，你这小腰真是要人命的刀。这腰肢柔韧又有力，可惜苏无忌没有仔细感受过。深田雪乃被他摸得俏脸微热，问道：家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当然是不放心你呀，好不容易脱离了杜卡罗的虎口，别再掉进某个大色狼的手掌心里了。许家嫣说着瞟了苏无忌一眼：亲爱的，我说的对吗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不是天天把雪乃往我的怀里推吗？怎么现在反而提防起来了？许家嫣松开深田雪乃，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，趁着跟他拥抱的时候说了一句：你笨死了，我是来给你送助攻的呀，这么久都没把逸仙天拿下，真是急死个人。这话倒也没有避着深田雪乃，后者听见了，不自觉地往旁边站了2步，并了并腿。虽然没什么表情，但耳垂好像更热了一分。苏无忌冷笑着说道：原来是送助攻的啊，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是要把自己送上门的呢。许家嫣的红唇就在眼前，胸膛贴得那么近，让苏无忌都感受到了压力。他说道：我就算是把自己送上门，你敢要吗？温热的气息从对方的口中散发出来，甚至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馨香。面对那媚光四射的眸子，苏无忌松开了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我可不敢，我怕死在你这个女妖精的手上。许家嫣笑得花枝乱颤：快来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房间。他拉着深田雪乃的手说道：你看，这里有2个卧室，其中一个有2张床，另一个是主卧。主卧这张床大得要命，都够3个人一起在上面打滚的了。苏无忌咳嗽了几声。深田雪乃说道：主卧让无忌睡吧。确实，如果苏无忌不睡主卧，那么谁和他一起睡次卧？男人太少，不够分的。许家嫣说道：要不让他一个人睡标间，雪乃咱俩睡大床怎么样？这不太好吧？深田雪乃第一时间就拒绝了。
上次许家烟和清霜在东阳停留的时候，深田雪乃带着他们泡温泉，结果这女流氓的尺度简直没有边界，非要让雪乃忠孝给他看看深田事实。妖样的，要是接下来跟徐小浪睡同一张床的话，谁知道他半夜能干出来什么事情。我睡大床吧。苏无忌看穿了深田雪乃的为难，主动做了决定。许家烟一拍手，好呀，我和雪乃晚上去大床上找你玩。苏无忌忽然觉得多了这么一个电灯泡，自己好像是不太可能跟深田雪乃发生什么了。徐小浪就是故意的，但是接下来他便发现，有了许家烟的加入，就算是吃不到深田雪乃，自己说不定也能在他的助攻之下大饱眼福。雪乃，你的泳装我都准备好了，咱们游泳。去，许家烟说道。这艘船的泳池真的很棒。说着，许家烟在深田雪乃的耳边说了一句什么，后者却摇了摇头，轻轻推了他一下。虽然没说话，但深田雪乃的俏脸已然微微红了起来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了，你看我。许家烟说着，直接把浴袍一脱。好家伙，纯白色的连体泳装都已经穿在身上了。具体的细节不便多说，总之苏无忌差点被这身材晃得晕过去。其实许家烟身上的这身衣服并不算太暴露，甚至领口都挺高的，可她的身材实在是太过热辣，而这衣服的设计师偏偏很心机的在胸前开了一个树菱形的小口子，虽然只是多露了一点点而已，但是吸引力却增加了几吨还不止。亲爱的，我好看吗？许家烟转了一圈。苏无忌说道，你要是某一天在银月混不下去了，不如直接当主播去算了，给你刷礼物的大哥怕是得排成长队。许家烟凑近了，打了苏无忌一下，你舍得？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呀。苏无忌摊了摊手，咱俩关系那么纯洁，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说话间，他还错开了眼神，避免目光落到设计师留下的小口子里。许家烟一撅嘴，行，你现在嘴硬，到时候可别后悔哦。深田雪乃终究还是没当着苏无忌的面换上泳装，他岔开了话题。家烟，你来到这儿是不是还是因为杜卡罗？还是我们家雪乃聪明，胸大无脑这个词就不适合用在你的身上？许家烟笑眯眯地说道。然而面对这种夸奖，某些东洋人的表现往往是很谦虚的，深田忠孝就是如此。他认真说道，不，和你比，我不算大。苏无忌在旁边听得要冒鼻血，没好气地说道。许家烟，快点说正事。许家烟说道，上次雪乃就是在这艘船上出的事，于是本侠你就亲自看一看，要是这船上还有杜卡罗的猎杀者，就把他们直接铲除掉。说着，他用胳膊肘顶了顶苏无忌的胸口。你呢？你可别告诉我，你坐那么久的船，只是为了找机会我们雪乃是田世贤。苏无忌说道，非洲有些事情悬而未决，如果对方还想动手，那么船上就是最合适的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就多了一个免费打手了，正好。许家烟轻轻一跺脚，凡人每次都不把人家当女人看待。深田雪乃站在旁边，听着苏无忌和许家烟的互怼，表情始终很柔和。而这种柔和的面部线条，是他在东洋之时很少出现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间外传来了敲门声。您好，我是这艘船的客房经理杰弗里斯。门口的男人说道。
苏无忌去打开了门，一个穿着衬衫马甲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盘水果。苏先生，如果您在船上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叫我。这个杰弗里斯在果盘上放了一张名片，将之双手交给苏无忌，道：我专为1等舱的套房客户服务。苏无忌说道：这1等舱区域还有几间套房？杰弗里斯说道：还有4间。苏无忌问道：全部都住满了？杰弗里斯点点头：是的，苏先生，不过有一位客人还没到。苏无忌看了看时间，开船时间已经到了。杰弗里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很抱歉，苏先生，这位客人让我们等他半小时。苏无忌一挑眉毛：所以你们就同意等了？他向船长支付了20万美金的延误费，所以……杰弗里斯尴尬地笑了笑。许家烟已经重新穿上浴袍走了出来。这么财大气粗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杰弗里斯说道：很抱歉，这位客人的真名是保密的，就连船长也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他叫尤恩夫人。身份保密还能上船，这和偷渡有什么区？别啊，许家烟说道。杰弗里斯苦笑道：尤恩夫人的乘船手续都是专人秘密办理的，据传言，他可能是我们伯爵船业集团的背后股东之一。苏无忌一行人所乘坐的这艘佩伦伯爵号，就是属于英伦的伯爵船业集团。这家企业是世界邮轮行业的巨无霸。苏无忌说道：原来是大股东来了，那你们多等一等倒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经理杰弗里斯正要告辞，这时候许家烟忽然一把将深田雪乃拉了过来，问道：你认得这位小姐吗？杰弗里斯微微鞠了一躬，说道：这位应该就是深田小姐了吧？第一次见面。许家烟的目光一直盯着杰弗里斯的眼神，但后者的表现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。深田雪乃上次住的并不是1等舱的套房，和这个杰弗里斯并无交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4个强壮的黑衣保镖走在最前面。他们进入了1等舱区域之后，便开始检查每一个角落。紧接着2名保镖走到了苏无忌的房间门口，说道：让开，我们要检查一下你们的房间。苏无忌差点笑了，说道：你们是谁啊？这保镖的语气非常冷硬。我们是尤恩夫人的保镖，本来这1等舱的套房区域，我们是准备直接清场赶人的，但夫人交代了，搜查一下，只要没有什么暴力物品就算了。苏无忌说道：如果说我不给搜呢？那保镖直接把一个银色的小手提箱放在了门口。夫人交代过了，我们不能太没礼貌，这里是20万美金，交个朋友。苏无忌直接把他拉进来，热情洋溢地说道：来，随便搜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